1945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被扔下了一颗原子弹。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核武器被用于攻击平民目标，有超过20万人因为这场袭击直接丧命。原子弹轰炸5天以后，日本宣布投降，他们的领土呢随后被同盟国军事占领。很多人一直认为这个日本就是因为原子弹才投降的。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还有没有其他被忽视的因素呢？为什么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那么坚定地相信只有靠这种毁灭性的武器才能让日本低下头来？苏联的正式参战在日本最高决策圈里掀起了多大的波澜？如果当初原子弹没有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原本对日本本土的征服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又有多少普通的日本平民准备好了为保卫国家去送死？为什么日本迟迟不肯投降？又是怎么样的一场军事政变，竟然能在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准备夺取整个皇居，差点摧毁天皇的和平计划？为了探索日本投降背后的真相本期节目将会分为3个部分，从不同角度切入，尽可能还原这段历史清晰的原貌。这期节目会比较长，第一部分我们要先来看看日本的帝国梦，以及他们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入侵。在极短时间内，他们缔造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统治着当时世界上20%的人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驱动着他们？武士道精神让这个国家变得激进且疯狂。军国主义通过洗脑，让年轻一代甘愿奉献一切，无惧生死，拒绝投降。人们高喊万岁，冲锋，人们对天皇绝对忠诚。这一整套的思想，最终如何把日本推向全面毁灭的深渊？第二部分我们把视角转到美国。太平洋战争已经打了3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美国的舰队和海上力量已经一步步压到日本门前。关键是面对这么一个誓死不降的敌人，怎么结束这场战争成了一个难题。有人主张继续用燃烧弹对日本展开大规模的轰炸，有人则提出一个没落行动计划，打算征服日本本土。还有人把目光投向一项全新的科研技术，科学家正在研制一种改变世界的装置，这就是曼哈顿计划。一个核武器的全新时代即将被开启。那么第3部分，我们需要转向日本视角，透过当时的内部会议和后来公开的文件，来看看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日本人拒绝投降，他们原本的打算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对苏联参战和广岛、长崎原爆的反应。最后我们将一步步追溯裕仁天皇和那场前所未有的干预。他是亲自下令要求政府接受盟军的投降条件。为什么这么做？是天皇心慈面软吗？我认为不是的。教廷战争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因为再打下去很可能国将不国。可是狂热的军人们拒绝任何和平的解决方式，就算是让这个国家走向深渊，也在所不惜。那么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看看这场人类史上最致命的战争究竟是如何走向终结的。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当时看起来势不可挡。不到1年的时间，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取胜，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实质性的抵抗。当时的欧洲列强正忙着和希特勒死磕，因此无暇顾及东亚的战局。当时日本的控制区域呢，包括了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中国北方大片土地，台湾、香港、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同时掌控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向南推进扩张到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向北在马里亚纳、马绍尔、加罗林以及吉尔伯特群岛都建立了基地。这些岛屿同时也是日本防御圈的战略关键，他们称之为绝对国防圈。这是从新几内亚一路延伸至日本本土以北千岛群岛的一条纵向防线。在这条防线所包围的范围之内，日本将其称作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
不仅能够确保日本人把石油、锡矿、橡胶等等战略资源从所征服的地区源源不断运回本土，还能避免遭到西方列强的干预。可是日本人不仅仅是寻找资源，他们还犯下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恐怖与残酷的罪行，其中记录最为详尽的就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在进一步入侵中国以后，日军在11月攻占上海，随后一路西进，直逼南京。从12月13日攻占南京以后，日军随即展开焚城、屠杀与蹂躏，数十万无辜平民惨遭强奸和屠戮，这个暴行长达6周以上。二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调查和判决认为，在这场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到30万的中国平民和战俘遭到日军杀害，其中在第一个月有大约2万的中国妇女被日军奸杀，南京城1/3的建筑被日军纵火焚毁。这些暴行并非仅限于南京，而是蔓延到了整个东南亚战场。到1945年为止，在日军铁蹄之下，已有数以千万的人丧生。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计1278万。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而在缅甸、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日军造成的伤亡也有800多万。帝国的美梦让日本人肆无忌惮的侵略扩张，随着日本人的这个野心不断膨胀，一场跨越大陆的战争也即将爆发。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只是一场暂时的胜利，但是同时呢，也彻底唤醒了美国的工业力量。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就已经是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他们能够快速且大规模的生产汽车和家用电器。在珍珠港遭袭以后，这些产能迅速转型。总统罗斯福认为呢，美国的工业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光是多造几架飞机，多造几辆坦克，多几门火炮，几艘军舰，这是不够的。要打赢，就必须要压倒性的超越，让世界上任何战场的敌人都不会对我们的装备优势产生丝毫的怀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艘艘自由轮运输船、航空母舰，一架架野猫战斗机、B-29轰炸机，成批次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以自由轮运输船为例，1941年的第一批船只需要大约230天才能完成，到了1943年，每艘船平均的生产时间只需要39天。这样的生产速度在当时领先于全球，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尤其是日本。光是1941这一年之内，美国所建造的舰船数量就超过了日本整场战争期间的总和。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已经生产了17艘全新的航空母舰，将近30万架飞机，以及8万多辆坦克。可以说在一定时间内，全世界1半以上的工业产能都集中在了美国。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开始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接连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日军首先是在瓜岛战役被迫撤退，美军在瓜岛有了立足点以后，马上展开进一步的攻势。不久以后，日本就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局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从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一路推进。同一时间呢，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则是在中太平洋展开跳岛作战。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最终在几次决定性海战中被彻底摧毁。这其中呢，就包括中途岛、菲律宾海和莱特湾。日本损失了数以千计的舰艇，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巡洋舰、航母、战舰。随着日本海军被彻底打残打废，太平洋的制海权完全落入到了美国人的手中。对日本至关重要的石油、锡、橡胶，这些补给全部被切断。没有了这些资源，日本国内呢又几乎毫无天然储备，他们就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有了石油，就没法驱动飞机、军舰、坦克；没有了橡胶呢，就没法制造轮胎、飞机上的某些零件，甚至是士兵的鞋子。这些都好理解。那么锡这个东西有什么用途呢？锡在战争中的用途可太大了。锡可以用来焊接电子、机械部件，锡制钢板可以防止生锈，能用来制造罐头、弹药盒，甚至是潜艇的外部结构。
没有了锡，就没办法生产弹药包、弹药盒、罐头以及其他维持战争所需的物资。到了1945年，冲绳被美军占领了，日本本土的最后一条防线就这样崩溃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打这起得以直逼日本本土。太平洋战场的这个战事看上去好像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些战役给美军士兵可是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一场场战役，一座座岛屿，美国人是一次次遭遇到了日本军队近乎疯狂的抵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宁愿彻底毁灭也不愿忍受投降耻辱的民族。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武士时代，以及他们极其严格的，甚至被视作行为准则的武士道精神。这个武士道啊，是一种隐性的精神文化，直到今天都在深刻影响日本社会。武士道要求武士即便是以个人牺牲为代价，也必须要对其主君绝对忠诚，如果违背了，就会被视为无法饶恕的耻辱。违背内心的良心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不能被羞辱。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失去名誉就等同于失去存在价值。所以到了战场上，武士们被期望能以忠诚和名誉而战，即便是在绝对劣势下，也必须展现勇气，所有的胆怯和软弱都会遭到鄙视。战死全家光荣，投降无比可耻。违反武士道不仅影响武士本人，更会牵连到其君主、士族和整个家族。为了洗刷这种耻辱怎么办呢？武士可以用切腹自尽的方式来恢复名誉。这个切腹啊，我们经常能够从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看到，但是不排除有一些作品表现的其实不是那么太严谨。切腹需要一定的仪式，切腹的人要穿着庄重，一把短刀放在正前方，这个刀的下面可以用特别的布料垫着。切腹的本人和身旁的介错人准备好以后，掀开和服，用短刀捅进自己的腹部，从左向右划开，第二刀稍微向上，让肠子流出来，紧接着由边上的介错人手起刀落，一刀砍向头颅。介错人他这个剑术很是关键，剑术精湛的可以一挥而就，剑术不好的，你像我这样的，他可能会连砍好几刀。肚子上划了这一刀的这种切腹方式被叫做一文字切，还有更狠的10文字切和3文字切，分别对应割开10字形状和割开3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切腹不仅仅可以洗刷耻辱，还可以是战败者以勇气和尊严面对死亡的不二选择。虽然武士的时代在1870年代保民运动以后就已经走向终结，但是武士道精神却依然存续，并且被军国主义所利用，在二战期间大行其道，成为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核心之一。利用武士道强调的忠诚和义务，并且把这种概念推广到整个国家，这一套相关的意识形态后来被称为国家神道。那么神道呢，是日本的本土传统宗教，而国家神道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根据明治宪法，日本国民是享有信仰自由的，但是到了实际执行层面，信仰自由被限定在不与国家神道相抵触的范围。那么哪些是和国家神道相抵触的呢？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明治维新的人们利用传统的神道信仰来给自己的统治背书。根据国家神道的教义，天皇不是人，天皇是神。日本天皇的血脉源自天照大神，必须受到全体国民的崇拜和敬仰。每一位日本臣民都要对天皇绝对忠诚。那么天皇既然已经是神了，那么政府也就自然被授予了无上的统治权威。进入20世纪初期，日本民族主义者更进一步，将国家神道的信念用来为军事扩张辩护。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叫上杉慎吉。上杉慎吉主张建立一个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认为天皇高于一切人类，应该凌驾于所有氏族之上。这是一个极端右翼分子，他的观点认为日本作为神意的巨献，肩负着把优越的文化和文明输出到亚洲各个地区的义务。上杉慎吉的这种神道教思想呢，就这样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大众化的意识形态，甚至以国家之名为恐怖行动证明，不惜代价铲除一切污染国体的人。他把日本这个国家定义为最高道德，而天皇呢，作为神明的化身是核心所在，不仅能够代表日本，
还可以代表全人类。这个人是拒绝西方化，反对君主立宪制，转而提倡具有日本特色的极权主义。最关键的是，这么一个疯子，他的著作被纳入到了军校课程，深刻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基层军官。这些人走向战场以后，带来了就是更大规模的杀戮。那些个军事学院的教育逐渐从实际的军事训练转向洗脑，以天皇为中心，要求个体必须彻底服从，五体投地都不行了，必须是十体投地。一个疯子带动一群疯子，他们坚信只有积极扩张领土，才能够构建日本全球秩序的集体目标。这种野心只存在两种结果，要么彻底胜利，要么完全毁灭。所有的支持者对胜利过度乐观，却又对毁灭的认知完美屏蔽。这套疯癫思想深深扎根于日本军事精英阶层，并且在昭和天皇时期达到全面成熟开花结果。到了二战爆发的时候，这些极端思想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士兵都被要求随时为天皇和国家献身。在日本的军队里，甚至不存在投降这种说法。太平洋战场上，他们常常选择发起自杀式的冲锋，哪怕手里只有刺刀和长矛，也敢于攻击美军防线。那些将领们也和过去的武士一样，在失败面前被要求以切腹自尽的方式来保全名誉。这种拒绝投降的态度导致太平洋很多岛屿沦为屠杀战场，死亡的人数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他们往往藏身于地下碉堡和洞穴，一连几个月就是不出来，就算是死也得以命换命，拉个垫背的。比如硫磺岛战役，21000名日军士兵最后只有216名被俘，大多数日军是在战斗中直接阵亡。甚至平民也被纳入武士道的规范，他们被要求以自尽来维护名誉，不许在美军占领下苟活。在塞班岛战役中有超过8000名的平民选择自杀、跳崖、手榴弹自爆或者跳海而死，部分犹豫不决的甚至被日军强行枪杀，以此确保他们不会蒙羞于苟活。武士道精神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制造了一种心态，就是不仅容许暴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鼓励暴行。然而尽管日本人表现出如此狂热，他们的帝国梦却并未实现。随着战局逆转，他们被逐出太平洋与东南亚，渐渐退守到日本本土。但是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愿意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太平洋战争的例子实在是太鲜活了。可想而知，一旦把战车推进到日本本土，势必会是整场战争中最血腥最昂贵的战役。基于这层考虑，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先保住自己人的性命，于是开始寻求其他替代方案来迫使日本投降并结束战争。最后研究出来的解决途径是对日本城市实施大规模空袭。最开始美国奉行的是精确轰炸的政策，要求飞行员只能攻击军事设施或者比较关键的基础建筑物，尽可能的减少平民伤亡。但是实施过后发现这种方式极度低效。高空投弹在当时精确度太差了，如果赶上强风，常常会让炸弹偏离误中平民区域。于是从1945年开始，美国彻底放弃高空精确轰炸，改在夜间低空飞行，投放大量的燃烧弹，实施战略轰炸。主导这场战役的人是柯蒂斯·李梅将军。日式房屋大多是木材搭建，所以高度易燃。李梅下令大量使用的是一种被叫做凝固汽油弹的新式燃烧机。1945年3月9日，300架 B-29轰炸机从广岛和塞班岛起飞，携带了50万枚燃烧弹空袭东京。那个炸弹扔下去可以穿透比较薄的屋顶，落到地面就四散开来，喷出火焰。结果整座城市很快被火海吞没，腾空而起的火焰像飓风一样升到数千英尺的高度，所有的湖泊河流都随之沸腾，飞行员在空中都能感受到热浪。到转一天清晨，25万栋房屋化为灰烬，超过100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超过10万。可以说这是整场战争中最致命的一次空袭。接下来几个月，什么名古屋、神户、大阪、横滨、川崎等等主要城市相继被烧毁1半以上，死亡的总数超过26万，1300万人流离失所。为了腾出更多空间装载燃烧弹，美军甚至把轰炸机的那个防御机枪都给拆了。
然而，即便是一些主要城市已经被烧到外焦里嫩，海空军全部打残，多数工厂停摆，战略物资被美国的潜艇封锁，日本政府仍旧拒绝投降，任何和谈的声音都会遭到镇压。仅1945这一年，就有400多人因为倾向谈判被捕。就这样坚持到1945年夏天，意识到锦屏轰炸已经不足以迫使日本投降，于是呢，美国开始筹划以日本本土为目标的登陆计划。这个计划的代号叫做没落行动。第一个阶段预计在1945年10月实施，目标是占领九州岛南部，计划投入70万兵力，以九州南部和已经占领的冲绳作为下一步进攻的主要基地。第二个阶段则计划在1946年3月发动，准备投入117万兵力，目标是本州和东京。如果这一仗真打起来，它将会超越诺曼底登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作战行动。盟军的伤亡人数估计会有数十万，甚至超过100万，而日军的伤亡人数将会高达数百万。相比之下，日本的防御计划则更加疯狂。尽管赢得战争已经没有希望，但是日本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让占领日本本土的代价高昂到盟军无法接受的程度，最好是两边达成某种形式的停战，而不是彻底失败。他们的这项计划被称作绝号作战。事后呢，人们又把它总结归纳为一亿玉碎，因为当时日本的国民总数有大约1亿。中国有句古话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亿玉碎指的就是日本全体国民要战斗到死，绝不投降。最终日本陆军动员了有225万兵力，日本海军动员了130万兵力，再有呢15到60岁的男子，17到45岁的女子全部应征入伍，符合标准的大概有2800万平民将被武装起来，哪怕只有竹枪木棒也被要求战至最后一刻，甚至连孩子都被安排用作自杀炸弹手。除此以外，日军还准备了1万多架飞机，用于神风特工队采取自杀式袭击，他们想要在美军登陆前击沉半数舰队。在双方的眼中啊，这场战役无异于一场灾难，战事将要继续拖上好几年，伤亡的人数将会多达数百万。就在两边的作战计划马上就要实施的时候，一个新的选择出现了。美国总统收到一条消息，绝密研究项目曼哈顿计划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们动员了13万人，耗资20亿美元，历时近3年，终于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枚核子武器。1945年7月的清晨，核子试爆的绿灯正式被点亮，相当于24000吨 TNT 的能量被释放。那个天空啊，顿时被一团巨大的火球吞没，这个火球一路升到8英里的高空，同时一道刺眼的强光向四面八方迸射，把四周的群山照得如同白昼。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看着这一切，心中既有敬畏也有惊惧。他后来回忆说呀，当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一段梵文诗句，说如今我已化身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奥本海默还说啊，我想我们当时都意识到，不论以何种方式，美国与全世界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然而问题仍旧悬而未决，原子弹究竟应该如何使用？使用它是否合乎道德？应该只针对纯粹的军事目标，还是连平民区也要考虑在内？这些问题并不是造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需要解答的，决定权在于华盛顿的政治人物，特别是美国新任的最高统帅哈里·杜鲁门。 That the forces of Germany have surrender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flags of freedom fly all over Europe. For this victory, we join in offering our thanks. 1945年7月26日，在德国波茨坦的皇宫里，盟军的各国政要齐聚一堂。为了国际媒体的镜头，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苏联最高领袖约瑟夫·斯大林以及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并肩而坐。波茨坦会议是盟军最后一次会晤，主要是为了商讨德国战后的蓝图，以及更为关键的如何彻底终结和日本的战争。就在这场会议期间，杜鲁门接到了他整个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一则信息：奥本海默的原子试爆获得了成功。说现如今美国手中拥有如此强大的武器，杜鲁门
看到了一条更加明确而直接的道路，不用投入大规模兵力，也可以迫使日本彻底屈服。于是在盟友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参与和协助下，杜鲁门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值得注意的是呢，苏联领袖斯大林并未被纳入这份宣言，因为当时苏联还没有对日本宣战。这份档案被称为波茨坦公告，又叫波茨坦宣言。它列出了日本投降的条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成这么几条。第一，在开头回顾了对德国的战争以及美英中三国共同战胜日本的决心。第二，长远的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和平的体系，避免将来军国主义的重建。为此，日本当权政府必须停止运作。第三，日本的主权必须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以及三国政府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第四，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第五，盟军不打算奴役日本民众，也不会殖民日本本土，但是发动战争者必须接受国际审判。新的日本政府必须是民主的，保持言论、思想和宗教的自由，必须尊重人权。第六，日本的民用工业可以保留，但是能够建立侵略力量的军事工业必须要被禁止。第七，达成这些条件以后，占领军将被撤回。第八，呼吁日本政府命令其军队无条件投降。你注意，这里是呼吁他们政府命令军队投降。对于日本而言，如果不投降会怎么样呢？那你就只能迅速且彻底的毁灭了。这份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发布，第一天没有收到日本回应，第二天、第三天同样没有回应。盟军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说这是要发扬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了吗？不是的，7月28日日本当局就开了会。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召开了内阁会议，在军部的压力之下，铃木首相呢发表了对波茨坦公告不予评论的默杀回应。对盟军而言呢，日本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回应，这是对波茨坦公告的彻底拒绝。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把使用原子弹的计划提上日程。只要投下原子弹，就势必会造成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死亡，包括爆炸本身以及之后的核辐射影响。可是对于以总统杜鲁门为首的那些美国决策者而言，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让他们把原子弹视作最佳选择。第一原子弹可以尽快结束战争。美日战争已经接近4年，德国被击败，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人们担心如果继续东方的战争，美国国内公众的支持率比较低迷。杜鲁门相信原子弹这种毁灭性的武器是完全可以迫使日本投降的。第二，拯救美军生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前面提到美军登陆日本的作战计划，根据以往的战役预估，这个计划将会造成数十万美军伤亡，数千万日本平民死亡。有了核武器，这个伤亡将会大大减少。第三，阻止苏联扩张。动用核武器的另一个考量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个时间段苏联在对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他们的势力呢已经扩展到近半个欧洲，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这个太要命了。西方社会受到苏联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所以杜鲁门认为呢，不能让苏联在亚洲扩张，使用原子弹赶紧把战争结束，可以阻止苏联入侵东亚，美国将掌控战后地区分配权。第四呢，可以展示实力。使用原子弹还有个次要作用，就是向世界，尤其是苏联，展示美国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对斯大林是一种警告，也能确保美国在战后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以上这些理由最终说服了杜鲁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并且征求了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同意。接着就是列出攻击目标。要把日本人一下子打到服气很难，但是至少可以最大程度打击他们继续战斗的意志。那么应该以哪座城市作为首要目标呢？美国人最开始的计划首先要选择那些没有受到过大规模空袭的城市，没被炸过，才能更充分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其次呢，这个城市最好介于东京和长崎之间，而且还得是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选来选去就选中了广岛，把广岛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确认了目标以后，一枚昵称叫做小男孩的原子弹被运往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1945年
8月6日凌晨1点45分，一架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装载着这枚炸弹缓缓起飞，经过6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广岛上空。当天上午大约8点15分左右，飞机的弹舱门打开，这名小男孩从舱内下降，飞向城市。下落了44秒以后，世界上第一颗投向平民地区的原子弹被成功引爆。眨眼之间，一道巨大的白光从广岛市中心爆发，紧接着出现一个火球，其温度据说高于太阳表面，把周围的一切瞬间烧尽。接着呢，是难以想象的冲击波，摧毁了几公里以内的建筑和道路，放射性的灰尘很快四处弥漫，一堵蘑菇云耸立在城市上空。仅仅数秒的时间，广岛超过一半被夷为平地，大约有8万名平民丧生。在接下来的几日、几周甚至几年以内，随着重度烧伤和辐射的有害影响逐渐显现，还会有更多人死亡。轰炸之后，杜鲁门发表了一段广播讯息，向全世界也直接对日本发出警告。同时呢，每15分钟就向日本广播一次，警告如果不立即投降，更多城市将成为目标，并且督促日本平民撤离所有的主要城市，以免遭遇和广岛相同的命运。3天过后，尽管已经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和伤亡，但是日本仍然没有愿意投降的迹象。于是呢，在8月9日，又一架 B-29 轰炸机从提尼安岛起飞，这回携带的是一枚名为胖子的原子弹。据说这一枚的威力比摧毁广岛的还要大上 40%。原本的计划投放目标是日本九州的小仓，这座城市呢，当时有着13万人口，而且有一个在日本排得上号的军火库。可是就在美军的 B-29 快要飞到小仓的时候，发现这个地儿烟雾弥漫，能见度非常低。说为什么能见度低呢？因为就在前一天，有200多架 B-29 刚刚对临近的八幡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那个燃烧弹造成的烟雾随风飘到小仓的上空。为了投放核弹，美军进行了3次轰炸航线的尝试，但是每次都因为能见度太差，导致没法精准投放，而且每尝试一次，被日军防空击落的风险就会增加。最终人们决定放弃小仓，改向次要目标港口城市长崎飞去。长崎的人口有超过20万，是一座工业城市，而且有着和西方贸易的悠久历史。这里曾是日本对外的重要窗口，后来呢，逐渐转变为日本主要的国际贸易港。烟草、火器和基督教最早传入日本就是在长崎。最关键的是，这里有三菱造船厂、钢铁厂、鱼雷工厂以及武器弹药仓库。因此从小仓撤离以后，大概20分钟，美军的 B-29 就飞到了长崎。1945年8月9日上午11点02分，原子弹在长崎上空引爆，不到1秒钟，爆炸夷平了市中心，有大约35000人瞬间气化。虽然这枚炸弹的威力要更大一些，但是爆炸点周围的山丘减缓了冲击波和火球的直接影响。和广岛相比，长崎有更多的这个区域得以幸存下来。即便是这样，仍有数以万计的人在随后因为伤势或辐射而陆续死亡。广岛和长崎这2颗原子弹共计夺走了超过20万条性命，2座城市在瞬间遭遇灭顶之灾。这种规模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日本的回应。那他们的政府会继续保持沉默吗？他们会眼见更多城市甚至东京本身被从地球上抹去吗？究竟需要什么才会让日本投降？没有人能确定。到1945年8月原子弹轰炸了广岛、长崎的时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日本的败势已经在所难免。海军与空军几近瓦解，而且在美国高压封锁之下，吃了上顿没下顿，国民面临饥荒。美军的燃烧弹空袭几乎是连成了串，接二连三，轮番轰炸。尽管政府内部有部分人物，尤其是外相东乡茂德后来的甲级战犯，他们这时候是倾向以外交方式解决战事，但是倾向没有用，他们说了不算。强硬派的军国分子
仍然掌控并决定着日本的走向。这个时候，就算是裕仁天皇本人愿意投降，如果没有军方领袖的支持，他也不具备法律上的权利去强制执行。19世纪的明治维新确立了天皇是日本的神圣统治者。从理论上讲，由天皇任命所有的军政高层，并且在战时领导日本武装力量。但是大多数时候，天皇只是个象征性的元首，几乎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明治天皇去世以后，大正天皇继位。大正天皇以后呢，又有昭和天皇。这位昭和天皇名为裕仁，是日本第124代天皇。1916年被立为皇太子，1921年出任摄政，1926年正式继位。以中国古籍《尚书》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一句话改元昭和。他继位这一年，日本政局已经陷入混乱。他继位4年以后，情势进一步恶化。随着国家神道在各军校内广泛传播，军方几乎完全掌控了舆论和国家政策。但凡有敢反对的，往往会遭到刺杀。又是几年时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洗脑和极端在日本已经常态化。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当日本面临饥荒、入侵以及核毁灭的威胁，是否投降的决定权最终落在了最高战争领导委员会。这是日本在战时成立的一个领导机构，1944年成立，1945年投降以后废除。这个委员会一共6名成员，日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呢，就落在了这6个人的手里。按照规定，最高战争领导委员会要定期举行会议，出席的人员除了这6位委员，必要的时候还有其他军政要员参加。十分重大的事情还会以御前会议的形式进行讨论，天皇会亲自出席旁听。您注意，这个旁听需要打上双引号，有关这位人物我会在最后做出说明。虽然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天皇一般很少直接发言，他的角色呢，更多是在对会议提出的法案或者提案做形式上的核准。1945年的最高战争领导委员，军方领袖占了4个，分别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及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富武。这4位最开始都是坚决反对投降的，尽管他们明知胜算已经十分渺茫，但是仍然主张继续战争。他们设想在日本本土打一场决定性的最后决战，希望对盟军造成重大伤亡，从而在有利条件下讲和。这4个人呢，并非铁板一块，至少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对战争的走向应该已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会议的第5位成员是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这是一位前海军大将。意识到日本的严峻处境，铃木首相倾向于以外交手段保全部分国家主权，保全最后的体面，但是在会议上不愿公开反对陆海军大臣。第6位成员也是最后一位，就是外相东乡茂德。6个人里边只有他没有军旅经历，而且也只有他就任以后就开始主张谈判和平解决。即便东京已经遭遇大规模的轰炸，超过10万平民在空袭中丧生，日本对战争的意愿似乎仍然没有动摇。东京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说，我们的防空犹如铜墙铁壁，全日本的男女老幼都应该站出来，捍卫祖国是我们的荣耀，让敌机轰炸来得更猛烈些吧。喉舌媒体仍在对外传递自信，可是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怀疑的声音，质疑日本到底还能不能长久继续战争。情势愈发危急之际，首相铃木命令内阁秘书破水久长秘密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最后剩余资源的研究报告，召集来自各个关键产业的军民专家共同评估到底还有没有胜算。这份报告指出，日本的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而且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糟糕。钢铁的生产
每月不足10万吨，比官方估算低了70%。煤炭短缺导致弹药生产减半，资源匮乏让飞机生产削减到了30%。整个运输系统因为燃料匮乏和人力不足，正在濒临崩溃。破水九长在报告中预测说，在几周之内，城际的铁路就会停运，造船厂将要停顿，化工产业将要瓦解。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潜艇封锁海上运输线，油料储备无法补给，日本政府甚至绝望到尝试用松木制造航空燃料。民众濒临饥荒，政府甚至开始把橡果转为食品，把民众的定额口粮减到最低标准的1/3。破水九长的报告最终在1945年5月提交到了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严峻的形势不出意外的让大多数人感到震惊。有人提议向苏联求助，请求苏联从中斡旋，用和解的方式结束战争。这个话如果是1周前提出来，很可能会被赶出会场。但是现在形势摆在面前，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刻。一直以来被视作禁忌的和平话题终于开始被公开讨论，但是有关内容被要求严格保密，尤其是军方领袖担心，如果让军队知道他们打算和谈，会严重动摇士气，甚至会引发政变。这个期间包括瑞典、瑞士、中国甚至罗马教廷都被考虑作为可以出面调停的对象。经过一番讨论，人们还是把目光锁定在了苏联。他们相信说这个态度一直中立的苏联会更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日本从战争中存活下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可以作为美苏之间的缓冲。如果由苏联替日本斡旋呢，日本也可以避免无条件投降，这样至少可以保存一些实力。然而这种观点在日本高层中存在一定分歧。最高战争领导委员会那6个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把苏联调停看作是日本最好的选择，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也表示同意。但是外相东乡茂德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哥俩的看法不切实际。他说，现在试图拉拢苏联站在我们这边恐怕是无望的，以俄国过去的作为来判断，想要阻止他们参战都很困难。与其寄希望于俄国，不如直接和美国谈判停火。6巨头中的3个人已经明确表态了。首相铃木贯太郎很快倒在了军方一边，他认为如果日本表达意愿，斯大林会尽一切努力援助的。军方的几个人坚持认为只能透过俄国谈判。东乡茂德最后也表示妥协，并且同意协助起草一份备忘录，准备送往莫斯科。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告知俄国说，由于日本在1941年签订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期间保持中立，所以苏联才没有后顾之忧战胜德国，因此协助日本维持其国际地位对苏联是极为有利的。特别是考量到未来苏联可能将会把美国视为敌人。这个讯息发往莫斯科以后，东乡茂德指示前外相广田弘毅前往拜会人在东京郊区的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广田弘毅向马利克表示说，虽然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届期终止，但是日本仍希望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这不只是他的个人立场，也是大日本帝国政府的根本态度。马利克回应说你说的没有错，苏联遵守了条约，并且一直对日本采取和平政策。但是实打实的说日俄两国过去是有过冲突的，现在的苏联领导层对日本普遍不信任，再加上日本国内存在的反苏情绪，苏方对日本仍保持戒心，所以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你的提议。广田弘毅判断苏联人本性谨慎，认为这次会面进展良好，于是向东乡茂德回报说，苏联的回应令人满意，对话看来是有希望的。然而这个事儿很快又有了反转，对于苏联斡旋和平的期望在隔天6月6号就被粉碎了。这一天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再度召开讨论战局，军方领袖递交了一份文件，彻底扼杀了任何和平或者谈判的希望。这份文件叫做今后战事行为所应遵循之基本方针。这个基本方针概述了陆军的初步计划，他们坚持要和盟军在本土作战，并且要战到只剩下最后一人。东乡茂德很是生气，因为这项提案压根儿就没征询他的意见。他说，如果这个提案获得通过，就意味着日本将会彻底毁灭。军方的丰田富武阿南惟几马上激烈回应，并且主张战争必须继续下去。
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富武表示，说即便日本人民已经厌倦战争，我们也必须战到最后一人。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更是高声叫嚣，说我们都是天皇陛下的顾问，如果不能履行责任，就应该切腹诚心谢罪。随后呢，又经过1个小时激烈辩论，东乡茂德无人支持，最后被迫让步，决议呢就这样通过，日本将战到最后一刻。会议散去以后啊，据说东乡茂德当面质问同样希望和谈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说我原以为可以得到你的支持，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事情发展到这里，追寻和平的努力和呼声是匆匆来又匆匆去，军方那些狂热分子暂时胜出，战争还得继续。决议已经在最高战争领导委员会通过，接下来需要把剩下的程序走完。2天以后，也就是6月8日，日本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天皇批准了这项决议。然而当天皇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脸上露出沉重表情。他的亲信内大臣幕户幸一走向前来，问他出了什么事儿。裕仁天皇呢，随后将一份文件交给幕户，并说他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幕户幸一看过决议，大为震惊。可是按照传统啊，他只是天皇的顾问，不能直接介入政治。幕户幸一，日本东京人，战后因为战犯的罪名被判终身监禁。在过去啊，这个人是施展过一些手腕的。近卫内阁辞职以后啊，他推荐了东条英机，战局越来越不利以后，他和元老重臣们又联手打倒了东条内阁。那么这一次，在了解到军部将要把国家推向毁灭边缘以后，幕户幸一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天皇本人是唯一一个没人敢反对的人物，而他的直接干预将是目前拯救日本的唯一途径。接下来幕户幸一连夜拟定计划，转天亲自呈交天皇。在他的这份计划书里边，详细分析概述了日本当前局势。最关键的是明确表示，如果要接受投降，必须保障皇室安全，并且维持日本现有国体。同时还指出，日本必须从所有的占领地撤军，准备接受重大裁军协议。裕仁天皇在看过计划以后，对所有要点表示满意。随后在天皇的许可下，幕户幸一也分别接触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首相铃木贯太郎以及外相东乡茂德这几位人物。在公众面前仍然表现出军国主义观点，但是私底下早就已经开始动摇。尤其是东乡茂德对幕户幸一的提案尤为欣喜。在确认获得了3位最高战争领导委员的支持以后，裕仁天皇把6巨头召集到宫殿内的空袭避难所，全员到齐以后，天皇率先发言，说这不是帝国兵令，只是讨论。在上一次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上啊，我们已经决定采取新政策，准备保卫国土。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向和平迈进，我请你们立即采取行动，以此实现我的愿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天皇在会议中啊，往往不发表看法，只做形式上的核准。现在居然公开讨论寻求和平，这个事儿打这儿起又一次反转。和平谈判现在必须被重新提上日程。说东乡茂德和苏联大使先前的谈判啊没有进展，后续呢他又只是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联络苏联，但是被拖延忽视。裕仁天皇认为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不仅要派遣特使团前往苏联，而且呢还要安排级别足够高的人物，这样才能够确保苏联认真对待。于是呢，到了1945年7月，前首相近卫文麿，也有人叫他近卫文马吕，被召回东京。天皇就问这个近卫文麿说，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战争？近卫文麿回答说，人民已经厌倦战争，他们都希望陛下能仁慈宽厚，为他们减轻苦难。甚至有人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于陛下，所以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裕仁天皇听了以后呢，很是欣慰。随后不久，近卫文麿被正式任命为特使，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正式提交照会，向苏联外交部转达派遣特使斡旋和平的请求。日本高层对苏联抱有希望，相信斯大林最终一定会提供协助。与此同时呢，军方领袖则在敲定决号作战的细节。按照决号作战的计划，日本已经集结了超过1万架飞机，其中2/3将用于对九州附近美军舰队采取自杀式袭击，其余的1/3则保留作为后备，用于抵御可能在东京周边的登陆行动。在地面上呢，全体军民都被号召奋起抵抗。计划是要在美军一踏上海滩的时候，就立即摧毁登陆部队。日本人啊，决心已定，如果美军登陆，他们将尽全力对美军登陆部队造成最大伤害。随着与苏联的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军方领袖还在敲定国土防卫计划。1945年7月26日，日本当局接收到了有关波茨坦宣言的信息。对于到底该怎么回应，日本高层展开了激烈辩论。军方主张必须附上正式的拒绝声明，而铃木贯太郎呢，则主张更谨慎一些。最终他们达成妥协，允许报刊媒体刊登经过编辑的波茨坦宣言，但是不能附加任何的评论或者批评。可是转一天的报纸完全无视会议指示，将宣言刊出的时候附上了煽动性的标题。形势被动，迫使日本高层公开表态。首相铃木贯太郎不得不正式声明说，我认为波茨坦宣言不过是重述开罗宣言，日本政府因此不认为其重要，我们必须抹杀。应该说这是一份精心设计的声明，意在贬低盟军的条件，不明确地表示拒绝。铃木贯太郎原本希望这个抹杀被理解为英文语境下的不予评论，但是美方呢将其理解成了以沉默杀之，把铃木的声明视作对波茨坦宣言的完全拒绝。纽约时报的头条甚至写道说，日本正式拒绝盟军投降，最后通牒。日本人没能察觉铃木首相的这个声明已经注定了广岛和长崎的命运。对盟军而言他们的最后通牒被日本媒体嘲笑，连首相都彻底忽视，那就只能把原子弹搬出来，迫使日本投降了。那么苏联那边呢，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并没能带回日本高层期望的好消息。经过5天的等待，苏联政府正式拒绝了裕仁天皇派遣特使的请求，清楚传达了苏联无意替日本谈判的消息。即便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日本领导人仍然无法正视现实，他们对苏联最终会提供援助抱有幻想，而这一点也将会成为一个极为致命的错误。就在日本人绝望地等待苏联援助的时候1945年8月6号，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被投放到广岛，美国的核弹瞬间摧毁整座城市，造成大约8万人死亡。这么一个消息对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来说震惊至极，他立刻主张接受波茨坦宣言。他认为美国核武器的引入彻底改变了整个军事局势，并且为结束战争提供了充分理由。但是核武器呢，并不足以立刻让军国主义者认清事实。东乡茂德的主张在军方领袖中没人理会，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甚至对核弹表示怀疑，认为这可能是美国的诡计，要求立刻派遣核专家调查其真实性。于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核物理学家仁科方雄与情报部长有默京三被派往广岛调查灾情。飞机接近广岛的时候两人透过窗户向下观察，眼前景象和预期大相径庭，尤其是有默京三。作为陆军中将、参谋本部第2部长，有默京三曾经见过许多烧毁的城市，通常会有残存的烟雾、临时搭建的厨房冒出的炊烟，以及人类活动的迹象。然而眼下的广岛却是死一般的沉寂，没有烟，没有火，什么都没有。想方设法着陆以后仁科方雄开始实地观察研究，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
只有原子弹才能造成如此毁灭性的破坏。调查结果回报东京，广岛已经遭受原子弹攻击得到证实。这个时候，日本的首要任务变成了立即与苏联取得会谈，通过苏联斡旋达成和平，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东乡茂德立即向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发送电报，说情势非常紧急，必须尽快弄清苏联态度，请立即再做努力以获取回复。收到这项紧急请求以后，8月8日，佐藤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面。虽然两人私交良好，但是莫洛托夫已经连续几周刻意回避佐藤。这一次呢，两人刚刚会面，莫洛托夫根本不给佐藤发言机会，直接宣读了苏联的正式通知，说盟国于7月26日提出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但是遭到日本拒绝，因此呢，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的远东调节提议已经失去任何基础。苏联作为盟国接受盟国建议，并加入7月26日盟军宣言。自8月9日起，苏联视日本为交战对象。就在这一天夜里，消息传出几个小时以后，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占领吉林、抚顺和哈尔滨。美国掌握着原子弹，苏联呢又出兵参战，即便是最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和平问题。尤其是一直保持中立的苏联人突然改变了立场，对于日本高层而言，一定程度上不亚于原子弹带来的震撼。得知消息以后，8月9号一早，他们立即召开最高战争领导会议。苏联斡旋和平的希望已经破灭了。首相铃木贯太郎首先表示说，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波茨坦宣言，结束战争。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铃木一直以来是比较深藏不露的，他突然表态愿意结束战争，这让其他人感到很是意外。紧接着呢，更大的意外来了，军方成员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表示希望能公开讨论投降议题。就在这时候，一份报告被递进了会议室，美国人的第2颗原子弹刚刚轰炸了长崎。日本高层中的一些人比如东乡茂德，原本以为美国只是虚张声势，他们可能只有1颗原子弹。长崎的这个原爆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说不定这个东京也可能面临危险。事实就摆在面前，说破大天去，日本也已经没法赢得这场战争。在场所有人一致同意必须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有关接受的条件又引发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争论。东乡茂德、铃木贯太郎、米内光政这仨人呢，倾向于单一条件方案，就是只要天皇得以保留权力，就可以接受波茨坦宣言。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丰田富武这哥仨主张要投降就必须附加4个条件。第一呢，保留天皇和皇室制度；第二，自行解除武装，由日本军官负责军队遣散；第三，日本自行审判战犯；第四，绝不允许盟军占领日本。东乡茂德认为这些完全是幻想，而阿南惟几则认为只要在本土来一场决战，迫使美国接受他们的要求，这些条件都可以达成。就这样，双方各执一词，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具体条件依然是悬而未决。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新情况把日本高层吓了一大跳。还是在8月9号这一天，日本内阁全体成员在下午2点30分召开会议，讨论投降条件。阿南惟几呢带来一条消息，说在大阪有个美国飞行员被击落俘虏以后，在严刑拷打之后招供，说美国至少有100颗原子弹，东京和京都就是下一波的目标城市，用不了几天就会被投下原子弹。这个飞行员呢叫做马库斯·麦克迪尔。日本人不知道的是，这些讯息其实都是马库斯捏造的。美国对原子弹和曼哈顿计划一直以来都是高度保密，马库斯压根就不知道原子弹这回事儿，也不清楚美国到底有多少核弹。他是因为扛不住严刑拷打，所以就编造了一些信息。没想到这些信息呢，无意间让日本高层产生了紧迫感，也因此救了马库斯自己。招供100颗原子弹以后，马库斯成了特别重要人物，被人从大阪押到东京。19天以后，他在战俘营中获救了。同样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有50名被关押在大阪的美国士兵被日军直接处决。尽管已经获悉了东京即将成为原爆目标，
但是军国主义好战分子仍然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在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把他自己对战争的狂热完全展现了出来。阿南惟几主张说，宁可让整个日本民族被毁灭，也不愿面对投降的耻辱。他甚至说什么呢？说如果这个国家像花一样被摧毁，不也是奇妙的景象吗？为了不投降，即便亡国灭种也在所不惜。就这样，政府内部仍然存在分歧，军方大多支持阿南惟几，文官们大多支持东乡茂德。这次的内阁会议再度陷入僵局。无论是最高战争领导委员会还是日本内阁，都已经没法让日本高层达成共识，两个阵营分歧太大。广岛长期之后呢，谁也保不齐下一个会不会是东京。最后的选择只能去请裕仁天皇。铃木贯太郎和东乡茂德紧急求见，请求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亲自定夺投降方式。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按照往常的惯例，天皇开会只是旁听，而这一次呢，天皇将要直接干预政事。就这样，会议召开以后，六巨头再次来到天皇的私人防空洞。除了这6个人会议还加入了枢密院议长平沼七一郎以及内阁书记官长破水久长。所有人就坐于2排平行的桌子旁，准备迎接天皇的到来。差10分钟到午夜0点的时候，裕仁天皇终于进入防空洞，坐在房间尽头的一张小桌旁。每个人的面前呢，都分发了一份东乡茂德的方案。随后，波茨坦宣言被大声朗读，让所有人都听清内容。形式程序完成以后，铃木首相请最高战争领导委员会的每位成员发表意见。那么东乡茂德首先发言，说只要保留皇室制度，就应该接受波茨坦宣言。如果坚持附加额外条件，可能会危及整个和平进程。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随后表示同意。就在这时候呢，米内光政的同意激怒了阿南惟几，他不顾体面的大喊说，我反对东乡外相的意见，除非盟军允许日本自行遣散军队，让日本自行审判战犯，而且不会派兵占领日本，否则陆军就无法投降。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他再次恳求在本土进行最后决战，说我深信我们能对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就算最终会失败，我们的1亿人民也准备为荣誉而死，把日本民族伟大事迹留存在历史中。这是一个极端好战分子的呼喊。另外2个好战分子梅津美治郎和丰田富武随后表示赞成。这场会议经过2小时的辩论，仍然处在僵局状态。首相铃木贯太郎站起身，直接向裕仁天皇请示，说我们已讨论多时，但是仍然没有达成结论，形势确实严峻，没有先例可以遵循，我必须恭敬地请天皇表达意愿。因为事先并不知道天皇今天要当场表态，其他人都很震惊。铃木说完以后，裕仁天皇站起身，所有人立刻起立，面向天皇鞠躬。随后裕仁天皇说了这样一段话，说我已深思国内外形势，得出结论，继续战争将会导致国家毁灭，我无法看见无辜人民受苦，结束战争是恢复世界和平、解救国家苦难的唯一途径。说实话，讲述这段历史需要极力克制内心的情绪。每看到这段话难免会想到，你们人民受苦，那别的国家呢？你们解救苦难，那被你们屠戮的人又该怎么解救呢？裕仁天皇在这之后接着说，看到勇敢忠诚的士兵解除武装，我感到痛心。同样痛心的是，那些曾经尽忠职守的人
如今即将成为战犯。然而啊，承受这些痛苦的时刻已到，我忍着泪水，同意东乡外相提出的条件，接受盟军宣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裕仁天皇发言完毕，在场的几乎人人眼含泪水，有的忍不住啜泣，身体前倾，双手伸向桌面。铃木贯太郎紧接着做了总结，说：我已恭敬地聆听天皇的英明话语，天皇的决定应该成为本次会议的一致决定。虽然这个天皇啊没有法律效力强制执行，但是在这么个紧要关头，他的话呢实际上就已经是一道命令。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阿南惟几、梅吉美治郎、丰田富武，现在都同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唯一的条件呢是保留天皇地位，忠诚是武士道精神的一项重要指标。这些人面对突然表态的天皇，除了接受天皇的决定，已经别无选择。然而即便天皇已经明确表达了意愿，日本投降的进程仍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既然已经决定投降，那么首要任务啊是把日本的决定通知美国。8月10日一早，日本外务省发出2封电报，一封送往瑞典，另一封送往瑞士。美国方面在8月11日早晨收到了日本的回应。尽管已经投递过2轮原子弹，美国人同样没料到日本投降的这么快，所以感到大为吃惊。但是很快呢，做出这样一个答复：自投降之日起，说天皇的权威以及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都应服从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由这位盟军统帅采取适当措施执行投降条款。日本最终的政府形势应该依照波茨坦宣言，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决定。盟军武装部队将留在日本，直至波茨坦宣言全部达成为止。您注意，这个答复是没有明确承诺的，但是暗示了如果日本人民有意愿，天皇制度是可以保留的。8月12日凌晨啊，东京方面收到美国的电报，因为没有明确保障天皇地位，日本高层一下子炸了锅。阿南惟几那些人呢，主张直接拒绝提案，来一场日本本土的大决战。连铃木贯太郎也改变了立场，认为盟军不保证天皇制度的存续，日本必须拒绝回应并继续战争。没过多久，盟军又来了劲儿，说如果拒绝回应，他们将会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天皇的亲信木户幸一也找到铃木首相，提醒他保持冷静，如果继续开战，数百万民众将会死于轰炸和饥荒。另外呢，结束战争是天皇本人的意愿。另一方面，米内光政没有改变立场，虽然对美国人的答复同样感到愤怒，但是他仍然在劝告天皇说，如果不接受盟军的条件，国内很可能会爆发叛乱，原子弹也好，苏联参战也好，某种意义上就像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不用说是因为国内情况而放弃战争了。日本高层的争论还在继续，对美国回应产生的愤怒已经在军队中蔓延。一群军官找到阿南惟几，请求支持他们发动政变。一个名叫田中健二的少校军官开始走上台前，计划推翻政府，确保不会投降。我们看，这就是田中健二的肖像，看上去文静淳朴，实际上已经被洗脑到极度癫狂。田中健二等人找到阿南惟几，说明准备发动政变，阿南惟几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同时也没有阻止这些人的行动。这些军官呢，在接下来几天将会策划一场大事件。陆军这边有田中健二，海军那边啊有个大西隆之郎。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二战期间啊，有一个神风特工队用自杀的方式开着飞机撞击美国军舰。他们当时的口号呢是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大西隆之郎就是神风特工队的创始人。1945年8月13日，就在铃木贯太郎和东乡茂德开会的时候，大西隆之郎闯入会场，向首相和外相表示说，我们必须向陛下呈上我们的计划，请他重新考虑，如果用自杀袭击的方式牺牲2000万日本人，胜利就会属于我们。您注意，这句日语啊，翻译过来可能是有些生硬的，但是基本意思我想大家都应该能明白，不惜用2000万条性命去换取胜利，一将功成万骨枯都不足以概括了。
日本军人群体在当时的狂热和凶残，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东乡和铃木没有大洋大西龙之狼，然而就在同一时间，一队 B-29轰炸机在东京投下数千份传单，全文列出了日本投降提议和美国人的回应。高层打算投降的这个内幕已经在军队和民间散布开来，政府和官员正在面临政变、暗杀和全面崩溃的风险，尽快接受美国人的条件成了当务之急。Position. We don't even have time to remove our dead.时间来到1945年8月14日，当天上午10点20分，裕仁天皇召集了日本最资深的军事将领，召开最后的帝国会议，来决定日本的命运。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这么一位，这个人叫田俊六，甲级战犯，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时任日本第2总军司令、陆军元帅，负责指挥守卫日本南部的所有部队，也就是阿南惟几希望进行最后决战的部队。军部的很多人都在期待田俊六发言，认为这将会影响会议，倾向继续战争。可是让军人们震惊的是，田俊六表示，我对抵御敌军入侵毫无信心，天皇希望接受波茨坦宣言是正确的。他的发言成了压倒主战派的最后一根稻草。裕仁天皇随后指出，形势已经摆在眼前，他要求各位军队首脑尊重他的意愿，帮助国家尽快结束战争。在获得军方忠诚表态以后，裕仁在上午11点前返回私人居所，向整体内阁、最高战争领导委员会以及政府其他的高级官员发表最终裁决。我仔细聆听了各方意见，主张日本无条件投降，持续战争只会带来更多毁灭。为了让全体国民知悉我的决定，请立即拟定帝国诏书，以便我向全国广播。我呼吁各位竭尽全力迎接即将到来的艰难日子。这番话讲完，随即召开会议，内阁会议一致同意把天皇的话正式立为法律，所有高级官员在投降文件上签字。简而言之，到当晚11点，所有签字全部完成，投降正式生效。日本外务省随后把正式文件传达给驻瑞典与瑞士的日本外交官，由他们分别转交给美国、英国、苏联及中国。在1周以前投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国家神道教的崇拜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人们可能不相信、不遵从政府的决定，唯一可行的方式是由天皇亲自向国民宣布，这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因为国民从没听过天皇的声音。当晚11点，裕仁天皇在日本广播协会有关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录制了讲话内容，并且制作了10英寸的小光盘，把光盘交由宫廷侍从保管。这个讲话定好了第2天要通过广播公之于众，而军人中的狂热分子也正在准备实施他们的计划。前面提到的田中健二，在得知天皇将要录制广播以后，他领着一伙人打算潜入皇居，找到并摧毁天皇演说的光盘，防止向公众广播。如果要控制皇居，就必须取得工程守备近卫师团的支持。田中健二呢，于是找到近卫师团长森鸠，森鸠坚持反对发动政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田中健二突然拔枪打死了森鸠。随后呢，田中健二取出印章，伪造命令，命令工程警卫全面封锁皇居。不到几分钟，皇居的各个大门被封闭，天皇及其他人被困在其中。田中随即派遣搜索小组开始寻找天皇录音。与此同时呢，田中健二和他的手下对东乡茂德、铃木贯太郎、木户幸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认为这些人误导了天皇，所以刺杀这些人就成了他们的又一个目标。木户幸一伪装成了医生，
然后躲入地下的金库逃过一劫。铃木贯太郎是在最后一刻有同僚暗中提醒才得以逃生。叛军原以为他在家里，直接锁门放火。接下来1个月，铃木一直需要警察保护，每晚更换住所。田中健二呢，烧了一圈房子，回到皇居开始崩溃。天皇的录音始终没有找到，政变消息已经传开，有大部队正在赶来平叛，派了人去争取阿南惟几的支持。赶到阿南住所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准备自尽。因为无法面对天皇的投降演说，阿南惟几决定以切腹自尽恢复荣誉。死前留有遗书一封，上书一死以谢大罪，署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没有人知道这里的大罪到底是指输掉战争，还是他没能对政变加以阻拦。事情发展到这里，田中健二的叛乱开始瓦解。到8月15日上午，政变完全失败了。田中健二走投无路，来到广播局，以武力要挟，要求由他本人向全国进行广播，反对投降，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广播员一再以技术原因为借口加以回绝。无奈之下，田中骑上摩托车，在东京街头散发传单，最后在被捕前切腹开枪自杀。这个时候，距离天皇演说广播还剩下40分钟。政变失败，录音保存完好。裕仁天皇的演说在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向全国广播。全日本无论士兵还是平民，男女老少全都聚集起来，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战争终于结束了。深刻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以上の措置をもって自局を収拾せんと欲し、ここに終了なる汝臣民に次ぐ秦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四蘇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9月2日，正式的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举行。来自盟军的各国代表齐聚一堂。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致辞以后，日本代表逐一在投降书上签字。各个地区的日本军队也放下武器，陆续回国。盟军占领日本自1945年8月28日开始，前后持续7年，日本彻底西化，成为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友。天皇裕仁得以继续统治，但是神格光环渐渐丧失。1946年元旦，裕仁发布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是神，否定日本国民比其他民族优越。铃木贯太郎在日本投降以后辞去首相职位，1948年死于肝癌。外相东乡茂德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0年，在驻日美军陆军361医院病逝，享年68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1948年因肺炎去世，享年68岁。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之郎，甲级战犯，侵华战争主犯之一，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在服刑中因为直肠癌发作病逝，享年67岁。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富武1945年以战犯嫌疑被捕，最终裁决无罪释放。1957年死去，享年72岁。幕户幸一作为天皇亲信之一，在太平洋战争前后积极参与政治，包括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1945年以甲级战犯身份被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获得假释，1977年因为肝硬化去世，享年87岁。回顾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以后，启动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即便海军被摧毁，飞行员沦为敢死队，帝国几近瓦解，甚至在2颗原子弹轰炸以后，日本仍未接受盟军条件。国内被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掌控，信奉国家神道思想，拒绝惧怕退缩，最重要的是拒绝投降。许多人宁死不屈，甚至极端者宁愿日本全民族毁灭，也不愿向敌人屈服。要使日本投降结束战争，必须发生前所未有的事件。单从这一视角来看，您注意我说的是单从这一视角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是天皇打破惯例，
打破日本政府几个月以来的僵局，宣布必须接受盟军条件。如果没有天皇的直接干预，没人知道这个日本军方会坚持多久，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丧生。理解日本投降呢，所以从这角度而言，我认为裕仁天皇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人物啊，一定程度上在投降这个事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在战争期间究竟怎么样呢？他是不是真的清白的？在二战结束以后啊，许多人心里都有同样一个疑问：作为日本最高领导人，裕仁天皇为什么没有被列为战犯呢？照理说呀，这个战争是以他的名义发动的，南京大屠杀、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每一个命令上都有天皇的批准。那么为什么东条英机他们要上断头台，天皇却安然无恙呢？真正的原因啊，并不是因为他清白，而是因为美国需要他。当时的日本刚刚战败，千万国民依然把天皇当神一样崇拜。如果美国人真把裕仁拉去审判甚至处决，日本社会啊很可能彻底崩溃，数千万人会起来反抗，美国的军事占领根本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所以美国人啊心里很清楚，与其把这个天皇打倒，不如把他留下，让他成为一个稳定器，只要利用裕仁的影响力，就能安抚日本人，推动改革。于是呢，一场责任切割的戏码就这样上演了，战争的责任全推给军部和东条英机这些军人，而天皇呢被包装成无奈的和平象征，好像整场战争他只是被架空，被迫批准一样。这当然不是真的，后来公开的档案显示，裕仁天皇在战争中并不完全是旁观者，他多次亲自批准军事行动，甚至包括偷袭珍珠港。但是这些细节呢，全部被刻意掩盖了。冷战爆发以后，更让美国不可能动天皇，因为美国需要日本成为东亚的前沿阵地，一旦处决天皇，日本会陷入动荡，搞不好还会让苏联做大，这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最后呢，东条英机上了绞刑架，裕仁天皇却被彻底去责任化。战后的日本宪法里边，它被写成了一个象征，没有实权，但却继续存在。说白了呀，这个裕仁天皇不是因为清白才活下来，而是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他比战犯更有用。好了，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的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照东南。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